Hello， 嘉德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宇博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宇博各位。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嘉德2023春季精品展的现场，今天就由我来当向导，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些宝贝的藏品。不过，可能有很多不熟悉我的人会说，哎，你不就是一个黄毛绿毛非主流吗？一看就不懂艺术。但我觉得您说的实在太对了，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艺术小白。我今天嘉德请我来做这一场的主持呢，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因为可能有很多在看的观众朋友们对艺术感兴趣，但是还没有入门，对拍卖也很感兴趣，所以今天我就代表各位小白的立场来一起问问专家的问题，好不好？然后另外呢，嘉德直播间的老朋友也不要走开，因为我们今天会有5位非常专业的专家来给大家详细的讲每件藏品和艺术品。同时呢，今年是嘉德的30周年生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给大家争取了一些福利啊，就是这个超可爱的拍拍锤，当艺术拍了拍你。然后这个很可爱的玩偶呢，就今天会作为抽奖的礼品送给大家，我会不定期的抽奖，送很多，好不好？大家期待一下。然后另外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随时在直播间发评论和弹幕来告诉我，我也会帮大家问一问专家的。好的，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走进展览现场，看一看今天有哪些内容。那我们今天呢，总共分为大概5个部分，一个是家具、书画、油画、瓷器，还有珠宝。那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家具部分。老师你好，你好，不好意思久等了，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好，我是中国嘉德古典家具及工艺品部的总经理乔浩。大家好，乔老师好，乔老师好，你好，对，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我就比较小白一点，不太懂，所以可能要问一些比较接地气，甚至有点八卦的问题，可以吗？欢迎您问，咱大家一块儿探讨。好的，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4把椅子，感觉这个是重头戏，因为在我们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地方，要不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先请您，咱俩坐上去。可以直接坐吗？可以直接坐，请。不是，如果坐坏了，坐。哦，好的，OK， 你坐。我平时看展览，谁敢坐这些古董家具？坐。老师发话了，我们就坐吧。这4张椅子呢，是制作于清早期的，黄花梨扇形南关帽椅。为什么叫扇形南关帽椅呢？大家看到这个前头这个边，这一地方是扇形的，是圆弧的，像个扇子一样。那么制作成扇形呢？从制作成本上来说，增加了许多废料了。这个料呢，原来可以是直的，那么呢就变成一块曲面了。从编织席子上来说呢，也增加了很多难度。您坐这椅子是不是觉得很舒服？对，这个就是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总觉得说，因为古董家具，因为我完全不太懂，所以我总觉得是看起来是比较硬的感觉。就我平时在家里都坐软软的沙发，但是这个坐起来它因为很有弹性，所以其实坐起来是挺舒服的。所以这个古董家具，它的那个制作工艺是不是和现代家具其实不太一样？是这样。这个家具叫明式家具啊。明式家具严格的学术定义就是说呢，制作于明末清初，用珍贵木材制作的家具才叫明式家具。那这个木材呢是黄花梨。明式家具最大的特点是尊重使用者，也就是以人为本。可以想舒服是最重要的。可以想象，在几百年前呢，每一件家具都是高级定制家具。它是根据使用者的身材，包括乘坐习惯，那么它去设计的这个家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具呢，它每一个部件就没有直的线，它都是有曲线。那么这个曲线呢，是最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在硬的材料里，让你做出软的感觉来，做出舒适的感觉来。所以这个呢，就是极具匠心的。比如说，我们椅子的面是藤子的，是藤编的。那么藤编的面呢，你坐着它是舒服的，夏天呢又很凉快，又很凉快，靠背又是透气的。所以说种种细节在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椅子呢4具一堂，就是经历了几百年，也许经历了比如说战乱、分家、家庭的变迁等等很多原因，但是4具完好的保留在这里，
经历几百年，很少哎，就不容易了。我们可以想，现在一对沙发可能存个几十年都不容易。还有看这椅子的细节，它踏脚的地方居然有铜片，是吧？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保护了这个椅子，可以说这细节上是处处用心。我觉得老师坐在这个上面侃侃而谈，非常自然。但我坐在这个上面还是有点局促不安，你知道？这么贵，我们看一下它估价是800到1200万。800到1200万。其实呢，这个讲呢，就是，在当时啊，如果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做这些个椅子，就是黄花梨家具，是最贵重的家具了。它贵到什么程度？贵到呢，可能就是几百两银子。那明代的时候记录了一个故事，一个铁梨木的大案子，一个人呢捷足先登的给买了，花了几百两银子。另外一个人呢觉得为什么不卖给我？我派兵去追，结果也没追回来。不是这个几百两银子当时什么概念？几百两银子呢？几两银子按明末清初来讲呢，就是够一个人呢，一家人生活1年了。那至少还几十万是这种感觉是吧？几万。生活几两银子、10几两银子就已经可以了。当时呢，可能没有这个土地出让金呐，什么您买套宅子、盖个宅子，包括比如说你去置2个家里的佣人，都花不了这么多钱。所以这一套椅子在当时就已经是顶奢、高定奢侈品，并且是价值是超过一套房子。但我们现在，感觉在上海勉勉强强能买一套房子，这种感觉是吧？并且那我就觉得这么贵的椅子，我坐上来。你说我如果是一个藏家，我买回去我是得专门再买一个房子供着它吗？我今天呢，咱俩坐在这里，我就想向大家提示，最好收藏的方式就是明式家具，那你就要使用，你真正的使用，真正的去感受，然后呢，这是最好的收藏方式，让它呢这家具呢有人气。你看，你比如说我有人气，对，比如说我这家具经常做，那我会在这地方呢摸得亮一点，比较光滑。有我的习惯，有我人的呢温暖，所以呢就是最有人气的家具。所以其实这也是古董家具的魅力之一，是吧？并且我觉得啊，就是您刚才讲了，它各个地方工艺都是定制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古代的家具，像这种明式家具，就感觉跟现代做家具的那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做家具就是我设计好了，然后批量生产，对不对？它最贵的是那个设计的部分。但是我们古董家具感觉是更有匠人精神，就是我一个一个看到一块木头，它能够做成什么样子，我一个一个打磨，专门为你做出来的这种感觉，是吧？高定，用现代一个词就是高定。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生产理念不一样，就是和过去的理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过去的工匠，他可能呢一辈子没有走出多远的地方，就在这一个县城工作。那么他所有的设计思想就是呢问这个使用者，你要怎么设计，你要做成什么样子的，我给你做。再一个呢，我的工匠精神就是我处处不能偷懒，我也处处不能偷手。那么什么叫偷手？就是偷工减料，我也不能偷懒，我就给你做出这么一件家具来。这个呢就是这件家具之所以能够存在几百年的原因，对，就是这样子。是的。我们现在的工业产品呢完全不一样，但是明式家具对现在家具的设计有很深的影响。我们现在很多家具的设计蓝本就是明式家具。那世界上也有很多艺术作品向明式家具致敬，对吧？它就叫向明式家具致敬。为什么呢？我达不到的高度，我向你致敬。就古人已经把这种匠人精神以及他的审美，像在明朝这个年代，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对。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这种私人比较外行的问题啊，就为什么紫檀和黄花梨就是最贵的家具，怎么感觉像贵重金属一样值钱？紫檀黄花梨呢，首先第一个，它生长的地方，它不是在平原，它是在山地。它的运输呢，就是这个木头你采完以后，你要运输下来非常难。再有一个呢，它都属于热带硬木，热带硬木呢生长非常缓慢，就是
这个你比如像我那边有一个条案，那要不我们就直接过去看一下。哎，坐久了，我还是觉得有点诚惶诚恐。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组是吧？这一组，你看这个条案，面板用的是独版的黄花梨，那这独版的黄花梨呢，就是一块黄花梨木。这个黄花梨木呢，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心材是红色的，它的边材呢是白色的。如果呢这个心材能有这么大的宽度，那边材呢可能得达到这么宽。那这样一个宽度呢，它已经就生长了几百年。哦。再包括比如说自然界的环境，再包括比如说人为的等等原因，所以得到这一块独板就非常不容易。我们可以看到它木纹的走向，木纹的走向其实都是曲折的，那说明这块树本身并不直。所以要取这么直的一块板是非常非常难得。对，还有呢，你比如说紫檀。人家说宫廷就是宫廷讲，紫檀自古无大料，为什么呢？其实紫檀有大料，但是紫檀在运输的过程中，它必须把它裁成了能够运输的长度。那么拿过来以后呢，就是紫檀无大料。所以说你要过去呢得到一件紫檀料就很难很难了。所以他们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珍稀皮革，珍稀皮革，哎，中国这材料就贵是吧？对，这材料就贵。对。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整个一组？我感觉他们是配套的，是吗？这一组呢，是我们从不同的2位委托方手里征集来的，但是摆在这里呢，老师，要不我们还是往这边稍微站一点？对，我们摆在这里呢，非常的和谐。这个叫黄花梨圆角柜，门呢是影木面。整个这个柜子在过去是放什么的呢？放书用的。它呢上小下大。英文呢也像英文字母那个 A， 所以也叫 A 字柜。哎，但是不好意思啊，我这样看起来，我的视线看起来它上下是一样大的，上小下大。因为呢这地儿呢稍微的往里收一点，因为它收一点以后呢，那这个柜子我打开门以后，它就自己就会关上。这个柜子呢就是唯一陈列起来可以分开陈列的柜子，所以说呢，这个在设计上呢。要动些心思的。我们看到这个柜子呢，里面的做工非常考究，它里面用的朱红漆。这个红漆呢，不是说我现在的油漆，它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中国的生物漆，就是植物漆。那这植物漆呢，它能保存这么久，保存很长。然后，但是它有一个毛病，它刷完以后非常不容易干。所以它刷这几遍漆呢，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而且在当年这个时代，我见着一块木头，是黄花梨，很容易鉴定，这个就是黄花梨。但是这块影木，我反倒不容易找。为什么呢？影木呢是树呢长了瘤子了以后才出现这种木纹。哦，你说上面这一块对，这一块影木，像这个葡萄一样，又像山间的流水，所以非常的生动。但其实有点像水墨画呀。对呀，然后它和这个整个的柜子呢形成动静的对比。你过去找一块这个木头呢，就有点像现在开这个盲盒一样的感觉。你开这个盲盒，怎么能找着这个木头呢？找成一样的呢？所以这是非常难的。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家具是这种颜色，大家看灰灰的，有点这种陈旧的感觉。这个是什么？就是时间的沧桑，时间的印记。那么经过长时间，然后呢，我们把它打理干净了，没有烫蜡，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们刚才做的椅子，它是其实最原本的状态。那么我们刚才做的椅子是经过烫蜡的，就是那样的感觉。但是现在没烫蜡的家具更难找，因为更是原始状况。你像这个条案，完全可以拆成一个一个的小部件，有40几个部件。就听老师讲，我就懂了。我们这个中国自己的高定，它的艺术、它的美感在哪儿？就除了它的那个功能性，就比如说您刚才讲的这个 A 字形，它可以自动合上，在没有机械装置的情况下，它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我觉得就是它考虑到使用人的感受，是不是？就肉眼看上去，其实它是个直的，但也许你上下做直的，它上面可能会看起来稍微大一点。一旦做直了，你就看出来是上大下小。对，是的，它正因为它这种感觉，以及它的这个离地
下面的脚那么长，也是有考究的，是吧？隔离潮气，因为过去的地是土地是砖地，所以呢很容易的呢就沾潮。那这个首先这个柜子的功能是放书的，不是想放衣服的，因为古代的衣服有大衣箱去放。所以这种柜子就是放书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古代的电视剧里面，就是那个摆的柜子里面都应该是书，而衣服是应该放在箱子里的。放在箱子里面。哦，他们古时候的人是不会把衣服挂起来的，是吗？大多数衣服都是叠起来，然后叠得平平的，因为古代衣服没什么毛料的，也没有可能有烙铁，但是呢没有太多的熨烫工艺，那就是把它叠起来放着。所以叠起来放呢，会节省很多空间。我们见到呢这种书柜呢，这种柜子，在其实呢这个柜子就制作于这个苏州地区。有考证就是明确放书的。就是放些个文人的这些个，比如说放一点小小的这个文玩呐，放些书啊，大概就是这样用。那整个这一套就2个柜子，一个桌子，它这个是放在哪儿的？我现在的陈列方式，正好，大家想象一下，就是一个明代的客厅，前头再放1把椅子，或者把这4个椅子一边放2把，就是一个标准的明代客厅。把这俩椅子这边放2个，这边放2个，就是明代的一个标准客厅。这上面再放一个石头，或者放一个瓷瓶，你就想象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些古代的家具，我们是可以想象当时用这些家具的是什么样的人？您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第一个，这人呢得有文化，就是家具是自己设计的，对吧？家具是自己设计的，美不美？怎么美？得你自己去把量。这个审美是非常高的，是吧？你自己去把量。所以说呢，第一个你得有一定的审美，第二个呢，你还得有一定的这个资金。光有审美不行，你还得有这个资金，还得能做得起这样的家具。然后这2点现在看起来都有几千万，是吧？对呀。然后对不起，我这一下听说这数我也咳嗽一下。但在古代这个更值钱，更值钱。你这个至少你得有这2点，就是说呢，你还要有地方去把它陈列出来，家要大。还有最重要一点，旁边得有朋友说好，对吧？光你自己说好不行。那一定是名门望族，有钱有品有时间的，对，是吧？对。所以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家具，但是我们其实看到更多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人当时在怎么使用它们。那讲了这些就比较专业的知识，就我有个非常八卦的，你知道，就我之前都跟粉丝们在讲，就说，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比如说《甄嬛传》，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家具，但是我就觉得有的家具感觉，他是皇帝耶，为什么他的床那么小，他的卧室感觉也不大，还没有我，也不能这么说，没有我们很多人家里那种 king size 的一个床大，这个是为什么呀？因为是这个床睡得小聚气，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这个房子7间5间，过去讲5间房、7间房、3间房，就是它这只是这个门前的柱子，几个开间。住这大房子里头又高又空阔，然后这时候睡在床上就跟睡在地下没什么区别，所以床要小，要有帐子，这是第一，要有自己的私密空间，这一点呢非常重要。你冬天比如说屋里本来就冷，你再睡得这么大，这个不行，那前头一定要有帐，一定要有帐子，要挂上一个帘儿，所谓的帐子就是帘儿。所以古代的家具其实他们考虑的一个是要聚气，第二个是考虑的就是它一定要实用，实用，我不能耍派头就耍到卧室里。它和这个家具有着很大的这个和这礼仪空间有着很大的这个区别。比如我这套家具陈列出来，大家一看文人家具，他这个人再怎么着使用者他是文人，但是你比如说把这套家具搬到太和殿里了，那它太小了。它需要更大的家具，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文人的一个生活空间，他需要的一个家具。那我还有一个就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怎么买这些家具？收藏者都是谁呀？有比如说像年纪很轻的人来收藏这些家具吗？这样，就是说呢，老一辈的收藏家，你看他们收藏的系列，
都是一收藏一系列，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70年代形成收藏家都是一系列，因为那时候家具便宜，可选品种多。我们现在呢，家具很贵，也不是说很贵，但是相对来讲有点价位了啊。你再收藏这一个系列，不容易做到，而且有些品种你就根本就收藏不到了。那么现在的收藏家，我建议就是说呢，你从椅子、条案、小柜子这种地方收起，因为这些家具呢，它也是有几十个构件，而且可赏可用，而且呢，在现代的楼房家居，比如说楼房不太高，这层高。一件、2件明式家具，也同样是收藏家。谢谢您，我觉得长了很多知识，并且你知道，就是打破了我很多观念。就是我之前就觉得说，这么贵的东西我买回去，我怎么弄它？原来是用来使用的，并且就是要用。它越用，它越有人的那个气息，有你家庭的气息，对不对？有人的气息，甚至有你的这个生活习惯的气息。对，其实因为我自己家是那种很简洁，然后墙都是白的，然后大理石地板，然后我的那个家具都是很现代的。但其实我也有考虑，就是如果允许的情况下，我可以想要有一点比较有古典、有历史、有文化气息的这个家具，我就摆进去，那整个家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辛苦您了。那晚宴您继续吧，好吧？好，您继续吧，谢谢，我们学到很多。好的，谢谢。好的，那对，老师不好意思，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家的生日，然后又是宇博直播，所以呢，我们可以跟那个观众朋友们抽个奖抽奖呢就是我们这个纪念品很可爱的锤子拍卖锤，然后当艺术拍了拍你。对，当艺术拍了拍你，对，当艺术拍了拍你，对， okay 是的，很可爱的，然后并且很有意义。然后呢，我们的抽奖方式就是在直播间只要发弹幕“生日快乐”就可以了，因为今年是嘉德的30周年生日，生日快乐！然后我们会在每一个直播间抽取2位朋友送，好不好？大家赶紧刷起来。那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些家具，它如果我摆回去用的话，它是真的是不容易损坏的，是吗？正常的使，正常的用，用不坏。因为这个呢，明式家具现在用的是黄花梨紫檀，也就是俗话说的硬木。这个硬木呢，你打个螺丝钉都很难打进去。它是有这个硬度的。然后呢，你想想，我们平常日常正常使用，怎么会坏？所以它才能保存那么久。对，好的，谢谢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好的，老师不好意思，把您当了一回工具人，请您继续去晚宴吧。好，谢谢您，我们待会儿再见。好，谢谢，拜拜。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准备开奖了，大家生日快乐，有没有刷起来？生日快乐！每个直播间会抽取2位送这个可爱的拍拍锤，当艺术拍了拍你。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准备截屏了。3、2、1。好的，我看一下我这边截屏的有谁啊？第一位是 Rosie， 恭喜你。第2位是黑妹彩虹壁高射。谢谢，恭喜你！然后另外我们嘉德的平台也有工作人员帮忙抽了，是吗？请他们私信我。好的，那请两边直播间的朋友都私信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这个奖品就会飞到你身边了，好吧？谢谢。好的，那我们继续来逛展览吧。我就跟大家说，其实艺术品没有那么大家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你看，我们从中学习到很多知识，并且都挺有趣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多，我先把我的那个中奖名单储存一下。也欢迎大家多提问，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问题，专业的好，小白的也好，都可以来提问。我有机会就帮大家问一下，好不好？好的。